妈妈们，我们都知道，育儿这条路上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。你可能跟我一样，手机里存满了各种宝宝发展里程碑的表格，几个月抬头，几个月翻身，几个月长牙。我们像对清单一样，一项一项打勾，生怕孩子落后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在这些我们熟知的里程碑之外，还存在着另外一套更严重、更需要你警惕的绝对警讯呢？这些警讯，无论你的宝宝在哪个年龄，一旦出现，都绝对不该被忽视。大家好，我是 Celia， 我不是医生或治疗师，我只是一位跟你我一样，为了孩子把所有硬核的育儿知识一个字一个字啃下来的妈妈。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就是这5个我认为所有父母都应该牢记在心的真正的严重警讯。在我们深入探讨这5个警讯之前，有一个更重要的心法，我想先教给你，那就是早期介入的巨大力量。所有的研究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越早发现问题，越早寻求专业协助，宝宝能得到的帮助就越大，预后也越好。而且这通常也意味着未来所需要的治疗强度会更低，时间也会更短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制造焦虑，而是为了能提早发现，为孩子争取最宝贵的黄金时间。记住这个原则，我们开始。第一个绝对警讯，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，技能丧失，也就是发展倒退。这听起来有点可怕，意思是你的宝宝突然之间做不好那些他早就已经熟练掌握的技能了。比如说，一个宝宝在5个月时已经可以轻松从趴着翻成躺着，但到了7个月，他做这个动作却变得非常吃力，甚至好像忘记了怎么做。或者一个原本已经会扶着东西早几步的孩子，又退回到了只会爬行的阶段，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这虽然罕见，但它可能指向一些需要严肃对待的潜在问题。这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宝宝好像变笨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开始紧张，回想自己的宝宝是不是有类似情况。先别急，让我先给你一颗定心丸。我们在后面会专门讲一个让所有妈妈都松一口气的正常现象，但现在我们先来区分一下。第2个绝对警讯，对声音缺乏反应。这是一个极其容易被忽略的警讯。因为宝宝不会说话，我们很难知道他的听力到底正不正常。但听力是语言和沟通发展的基石，一旦有问题，影响非常深远。所以你可以在家里像玩游戏一样做一些简单的观察，这不是诊断，只是帮助你提高警觉。针对0到4个月的宝宝，你可以注意，当周围突然出现巨大的声响，比如关门声或东西掉落的声音，他会不会有一个惊吓反射，就是双手双脚会猛然张开，然后再缩回来？或者他会不会在听到声音时突然停下动作，变得很安静，好像在努力听着是什么？对于4到8个月的宝宝，互动就更多了。当你对他说话时，他会不会看着你微笑？会不会用啊啊呜呜的声音像聊天一样回应你？而8到12个月的宝宝应该要能对自己的名字有反应。当你在房间另一头叫他时，他会不会转头找你？他也会开始模仿一些简单的声音，比如无意识地发出妈妈、爸爸的音节。你可以试试看一个躲猫猫听力游戏，在宝宝看不见的一侧，大概他身后1公尺的地方，轻轻摇晃钥匙圈。那清脆的叮铃铃声响起时，他是不是会突然停下动作，小脑袋转来转去，像个雷达一样在寻找声音的来源？如果宝宝对这些声音都持续没有反应，这就是一个需要你留意的信号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我们来谈谈刚刚卖的那个关子，那个能让所有妈妈都松一口气的正常现象。你是否也曾经历过，你的宝宝明明前阵子还整天咿咿呀呀说的不停，最近却突然变安静了？或者原本已经很会爬的他，最近好像对爬行失去了兴趣？你心里是不是咯噔一下，想说我的宝宝是不是变笨了，是不是倒退了？
现在你可以深呼吸，放松下来，这是完全正常的。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，宝宝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的 CPU， 当他要学习一个巨大的新技能，比如走路或爬行时，这就像在运行一个超大的新程式，几乎会占用掉所有的 CPU 资源。为了集中精力，大脑会暂时把一些已经在背景运行的小程式，比如牙牙学语，调成低功耗模式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宝宝在专心致志学走路的时候，话变少了。他并不是失去了说话的能力，他只是暂时停用了它，这叫技能暂停。一旦他掌握了走路这个新技能，你会发现那些咿咿呀呀的声音很快又会回来，甚至比以前更丰富。这跟我们前面说的发展倒退有着本质的区别。技能暂停是电脑为了运行大程式而做的资源优化，而发展倒退是那个已经安装好的稳定程式突然档案损毁，无法运行了。前者是成长的标志，后者才是我们需要警惕的警讯。好了，厘清了这个常见的误区后，我们回到真正需要警惕的警讯上。第三个同样很容易被我们忽略，它关乎宝宝的视觉。宝宝的视力发展非常迅速，任何没有被发现的视觉问题都会产生连锁的负面效应，这就像发展的多米诺骨牌。你要观察的第一个点是，宝宝在满3个月之后，是不是还无法用眼睛顺畅地追踪一个移动的物体？你可以试试看，拿一个色彩鲜艳的玩具，或者就是用你的脸，在他眼前20到30公分的地方，慢慢地左右移动。健康的宝宝，他的眼神会跟着你走。第二个观察点更关键，在宝宝满4个月之后，他的双眼是否能够协同工作？你可以想象，宝宝的2颗小眼睛应该像2个默契十足的舞者，始终望向同一个方向。如果你发现其中一只眼睛好像总是有自己的想法，喜欢看向别的地方，比如常常偏向内侧或外侧，或者2眼视线常常打架，无法一直注视同一个点，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，告诉你应该去咨询专业意见了。为什么视觉如此重要？让我为你推导这副多米诺骨牌。第1张牌，宝宝看不清楚。接下来，因为看不清楚玩具的细节和颜色，他可能就失去了伸手去抓的欲望，这就推导了第2张牌，影响精细动作和手眼协调的发展。然后，因为对远处的玩具没兴趣，他更不会想努力爬过去拿到它。第3张牌倒下，影响了大肌肉的发展。最后，因为与物品和环境的互动都减少了，他从外界学习和认知世界的机会也变少了。第4张牌倒下，影响了认知能力的发展。你看，一个小小的视觉问题，就这样引发了一连串的发展阻碍。第4个绝对警讯：肢体动作不对称。你可以想象宝宝的身体有一条看不见的中线，从头到脚。渐宽的宝宝身体左右两侧的活动应该像是镜子里的倒影一样，大致是和谐对称的。他的左手和右手、左腿和右腿力量和活动方式应该感觉差不多。不对称的迹象其实就藏在日常的细节里。你可以建立一个日常不对称观察清单，比如当你打玩具递给他时，他是不是压倒性的只用同一只手去拿，即使玩具明明离另一只手更近。在宝宝趴着玩 Tummy Time 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总是用同一边的手臂在支撑身体，而另一边显得比较无力？在他开始学爬的时候，你要特别留意他是不是出现了伤兵爬的姿势，也就是说，他只用一条腿奋力地蹬地往前，而另一条腿只是被动地拖着走，看起来就像受伤的士兵一样。或者当你抱起他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和头部是不是总是习惯性地倒向同一侧？如果你持续观察到这些半边天的现象，这可能意味着宝宝某一侧的肌肉张力有异常，或者有其他神经发展的问题，这绝对需要专业的评估。最后第5个绝对警讯：显著错过发展里程碑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里程碑焦虑，但请听我说完。
这个警讯是前面所有警讯的最终安全网。发展里程碑像是4到7个月学会翻身，6到9个月能独立坐稳，10到18个月开始走路，这些时间范围是基于大量婴儿数据的研究结果。它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参考框架。它不是一条条捆绑你和宝宝的绳索，让你去逐一比对、焦虑恐慌。它更像一张捕兽深厚的巨大安全网。你的宝宝可能在某一个项目上比平均慢一点，比如晚一点才学会翻身，这就像漏接了一颗球。通常没关系，他可能只是在专注发展别的技能。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宝宝似乎错过了这张安全网的好几个部分，在多个关键的发展领域都持续的明显的落后于参考时间范围的上限，这张安全网就在用一种响亮的方式提醒你，是时候该寻求专业协助了。这不是让你自己吓自己，而是赋予你一个更宏观的、更具行动指导意义的警觉信号。我知道，听完这5个警讯，你脑子里可能塞满了各种资讯，甚至有点不知所措。你不需要记住上百个发展里程碑，那样只会让你崩溃。你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在特定年龄，比如6个月、12个月、18个月时，那些非达成不可的关键里程碑。为了帮助你聚焦，我另外准备了2支影片，专门深入讲解宝宝在6个月和12个月时真正需要你留意的发展警讯。你可以根据宝宝的年龄，在资讯栏找到连结去选择观看。好了，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最重要的内容。我们讨论了5个在任何年龄都不能忽视的绝对警讯。第一，技能丧失或发展倒退。第2，对声音持续缺乏反应。第3，有明显的视觉追踪或协调问题。第4，身体两侧出现明显的动作不对称。以及第5，显著地持续地错过多个关键的发展里程碑。请记住，这支影片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观察，而不是让你在家里诊断。你的直觉，你日复一日的观察，是全世界最宝贵的资讯。如果你对宝宝的发展有任何一丝的疑虑，哪怕只是一点点感觉怪怪的，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，勇敢地去咨询你的儿科医生、儿童物理治疗师或其他相关的专业人士。问了，最差的结果就是一切正常，那你就安心了。但如果不问，你可能会错过帮助孩子的黄金时间。在下面留言分享你觉得今天哪个警讯对你最有帮助。如果你不想错过更多这样深入实用的育儿干货，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为大家翻译硬知识的最大动力。你知道的，这类内容随时可能消失，建议你立刻保存或分享给身边需要的妈妈朋友。